MG 粉碎车型较大，比较符合电影中复古美式肌肉车的外形和流线。除了车尾底部有明显人行脚掌外露之外，几乎没有明显的缺陷。由于是3边战士，所以从侧面观察可能会看到其他形态的部分零件，但总体来说，车型的小瑕疵无伤大雅，还是有不错的总体表现。先看变形，再说重点。打开车轮，翻出下方面板，车头两侧打开，旋转180度，翻起车头盖板，把车轮外翻，打开底盘，解锁双臂。打开肩胛，旋转头部，后翻车头，翻起双臂，连同机身面板外翻，翻折引擎盖，下拉肩胛，锁定卡扣，打开小臂，把左手下翻收起，翻动双臂，结合卡扣，再调整右手，把车头和车顶结合，提起舱盖，打开机头备用。扣合舱盖，扣合机头，收起车轮，打开机翼，后轮下翻，打开车尾，打开车身，解锁机翼，解锁双腿，外翻脚掌，打开小腿，打开大腿装甲，翻出起落架，双腿翻起90度，翻折机身，打开腹部液压杆，收起大腿装甲，液压杆下翻，翻起小腿，把脚掌归位，合并双腿，下翻脚趾，翻出下方限位杆，收起尾灯，解锁车轮，上下打开，打开尾翼，收起机身面板，合并卡扣，和车轮锁定，合并机翼，旋转起落架面板，和机翼锁定，展开机翼，向内合并，和主体结合，车头面板后翻，打开头部，翻出起落架，安装导弹，打开腹部，安装支架。重点来了啊！两种伪装形态的变形过程步骤较多，但并没有太高的难度。通过面板内外翻折转换，完美的把车型零件隐藏在了内部。机身整体协调有比较符合现实中飞机的细节比例和整体弧度。人行脚掌经过简单处理，要比在车型状态下有更好的隐藏程度。继续看变形过程，把机舱恢复到车型状态，打开机身，松开机尾卡扣，解锁双腿，外翻脚掌，下翻小腿，翻折车轮，翻出后方尾翼，下翻脚掌，翻起脚趾，翻出脚跟，打开腹部液压杆，把大腿外拉，白色装甲上推，外侧盖板下翻，把装甲和大腿锁定，翻出车轮，双臂外翻解锁，提起车头，旋转胸甲，向后翻起，翻折车灯和引擎盖锁定，把胸甲下翻，锁定卡扣，解锁肩甲，把双臂外翻，肩膀盖板和主体锁定，把双臂下翻，调整肩甲，分出手掌拉长双臂，扣合小臂，旋转小臂和手腕，翻折车头面板，向下旋转锁定，翻起座舱，收起尾翼，整体翻起，旋转下折，和背部锁定，解锁起落架面板，翻折内侧面板，机翼和车门合并，再向上展开，把起落架和车轮锁定，翻起天线，把头部转正，臂炮可以安装在小臂外侧，
玩具的变形过程不算困难，虽然有3段变形，但还是有非常清晰和流畅的顺序逻辑。内外翻折、大开大合的变形方式和 MG 自家漂移是同一风格的结构设计。人形头雕刻画和自家漂移一样，非常传神。瞳孔内部也有细致的上漆。虽然为了照顾变形，导致3种形态下都有一定的妥协，但没有太大的问题。人形背部处理的比较干净，只是不知道和电影形象有多大的距离。塑料的韧性和厚度完全可以放心，金属零件和齿轮关节也能让玩具的变形更加顺利。太吧，该谁了？